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面相千种万种，但经验告诉我们，能发财的人大多数都拥有一些共同的特点，而这些经验经过系统总结，就发展成了面相学。面相学在我国已经流传几千年，自有一套系统而严密的相面识人术和吉凶预测之道。从预测人的财富运这个角度讲，中国的面相学有完备的相对应的理论，这套理论几乎综合了人的面相的各个要素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占比最多的10种容易发财的面相，看看你有几样。1. 额宽饱满，少年财。看额头看的是才智，额头宽阔饱满的人代表其智力及观察力都较强。在相学上，额头饱满象征着有祖荫或者是贵人支持的福气，他们一般比同龄人更容易得到贵人支持，只要抓住机遇，则会少年得志，获得财富。额头同时还代表着一个人的投资理财的能力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高耸宽广，则说明此人的财力基础比较雄厚，对待投资理财有自己的一番见解，并且能够准确地对各种形势加以分析和判断，这类人可谓是投资理财的高手。2. 印堂广阔，青年财。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通过它不仅能看出一个人的胸襟气概，更是可以判断一个人的财富运的重要参考。在面相学中，如果一个人印堂宽阔、平满、色润有光，那么他必然有过人的胸襟，待人宽容，常有好人缘，因不缺稳定的生育伙伴，因此做事容易成功。演员舒淇是印堂宽阔平满的代表人物，宽眉距给人一种天真浪漫感，同时给人一个生活在高处的漫不经心感。他们从来不为生活忧心，也就意味着从不为钱发愁。3. 眉飞色舞，眼神清澈。眉毛神采飞扬，眼珠深邃有神的人，往往是有智慧并且有深度的人。在面相学中，代表智慧高深，思路清晰，他们能够出谋划策，通过智慧来获得财富。眉毛长顺，不浓不淡，配合眼睛顺势而长为佳。而眼睛是反映一个人内心世界的镜子，生的黑白分明，眼神藏而不露，眼型修长，必定是有高超智慧的人。他在获取金钱方面也必取之有道。若双眼再锐利有光，给人充满自信的感觉，那么他则更有决断力。这一类人往往是拥有特殊高阶专业或深藏计谋的人。演员赵薇在饰演《还珠格格》中小燕子一角时，其水灵的大眼睛和神采飞扬的眉毛，相信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更有坊间说赵薇是大陆女明星第1旺夫相。4. 田宅宫丰隆，善积财。眉眼之中的眼睑部位称为田宅宫，此处生得宽广，不受眉低压，又配合眼神充足之人，开运较早，多能事业有成，早知物业。其人一生运气极佳，人缘也好，多得贵人相助。如果一个人田宅宫长得好，则说明此人善于积累钱财。如果从事投资行业，则一定会取得很不错的成就。这类人即使不能成为大富大贵之人，也会过得衣食无忧的生活。香港富太徐子淇可谓顺风顺水，年纪轻轻就嫁入豪门，其公公李嘉诚更是房地产业的翘楚，田宅的置办当然不在话下。5. 耳后珠垂，纳福。耳朵乃是财之源头，在面相学中，耳朵是一个人的根基所在，自幼的教养是否良好，就可从耳朵反映出来。如果一个人耳大而厚，
色润白，轮廓分明，且有厚厚的垂珠，则是拥有福贵之人。一般在40岁左右便可创造出可观的财富。一人谢娜的耳垂在明星中算大的，生了双胞胎是有福之人。6. 鼻头多肉，暴富财。鼻子又被称为财帛宫，是判断一个人财富运的重要标志。一般来讲，如果一个人的鼻子挺直有肉，鼻头丰圆，善根宽阔高挺，鼻孔掩而不露，则说明此人财运较旺，生活富裕，衣食无忧，还具备自行投资创业的能力。其实，在面相学上，纯粹的财富最主要是看鼻子的，尤其是鼻头大小和肉头多少，往往影响着财富的状况。往往鼻头有横肉的人，最容易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财富，或者通过某个突然来临的机遇暴富。暴发户一般都是这种鼻相。演员高圆圆的鼻子就挺直有肉，鼻头丰圆，鼻孔掩而不露，这是一个能够纳财蓄财的鼻子，生活富裕，衣食无忧是没问题的。7. 颧骨高，地位财。颧骨高而有势的人，做事有魄力和决心，敢作敢为，看起来威而不怒，有地位和威严。这类人大多拥有社会背景、地位和权势，往往是某方面的权威专家。有背景、有地位和权势，财富自然不在话下。邓文迪能从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到现在打入上流社会成为名人，其做事魄力和决心可想而知。8. 口大牙大，四方财。口为福禄之门，俗话说，男儿口大吃四方。如果一个人的口型微带方形，醇厚且色泽红润，再加上人中深阔，其金钱运是相当不错的。口大的人更愿意与人交往，敢于表达自己，无论去到哪里都容易建立人脉关系，适合与人合作共事而求财，多有贵人相助，招财进宝也无忧。古代时认为女人口大会吃穷家里，是不吉的面相，那是因为古代社会不允许也没有条件给女人外出做事业，所以才会判断为不好的面相。但现代社会，女人一样可以创一番事业，所以女人口大也一样是容易获得财富的面相。演员姚晨因其嘴大被称为姚大嘴，想必众所周知，曾一度因为微博有曲高人气被封为了微博女王，可见她和人交流交往的能力是不会差的。9. 法令纹身，威严财。法令线是指由鼻子两侧向嘴角延伸的两条很明显的纹线，法令纹越深，表示一个人威严越高，管控能力越强，能发号施令，代表管理能力强，事业有成，是大型企业高管的典型相格特征之一。导演张艺谋就有两条深深的法令纹，要论威严程度和管控能力的话，由他主持的一场场大型盛会的举办可见一斑。另外，在这里解释一下，就是在中国古代，人的平均寿命都是较短的，所以能长出深深法令纹，说明此人的年龄较大，生活条件好，在家族中的辈分地位自然就高。10. 地库宽厚，晚年财。嘴巴下方的位置为地库和奴仆宫，主管田宅等固定资产和晚年财富。如果这一位置宽厚有肉，说明比较容易蓄财，这类人固定资产很多，晚年生活富裕。我们常说的双下巴就是地库宽厚的一种情形。此外，具有这种面相特征的人往往具有很高的个人素养。一代女神林青霞就有着比较宽厚的地库和奴仆宫，年轻时就嫁给了宠爱自己的富商，田宅等固定资产自然不少。之后出了《窗里窗外》这本书，
书中用句平实无华娓娓道来，能够感觉到青霞女神的好修养。以上讲了这么多会发财的面相，你都有哪几项呢？当然，以上这些选项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，最终能否在事业上取得成功，还是需要你日积月累的努力和人生重要节点的谨慎选择。其实，一颗想要成功的心是人生最好的保鲜剂。世间万事不离阴阳五行的变化，相学亦不例外。面型长短宽窄都与五行有关。在古籍灵鹫经中便以五行格局，金行格、木行格、水行格、火行格、土行格来判定脸型的属性，为面型五行。根据面型五行，古人发展出了更细致的面型划分方法，即以10个字木、元、风、用、甲、酉、申、同、田、王来将脸部区分为10种面型，相学称为10字相法。面型直接体现面部骨骼的起伏结构，对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的展现有重大影响。在生活中，每一种面型都代表着怎样的性格及特征呢？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从面型五行和10字相法2方面来揭示面型的奥秘。一起来看。1. 金型人，面部方脸，筋骨健壮，面色以白偏多，腮骨明显，性格刚烈，多争斗，有义气，有不屈不挠的精神，做事亲力亲为，失败后和爬起来争取到成功，创造力惊人。工作容易与上司不和，因愤世嫉俗经常转工，但较进取，向权力高位望，亦成一个行政人员。2. 木型人，面部清秀，臂粗，脸型和手指都修长，骨骼略单薄和纤细，有美感，性情文质彬彬，有创作力，敏感而多情。工作体质不适合做体力劳动的工作，最适合当艺术家、学者，创作力强，做设计师最佳。3. 水型人，面部圆头圆面，肌肉不结实，脸色偏黑，性格乐观，少忧虑，多主动，但不够持久力，多变化而喜欢尝试新事物。工作以流动性大，变化多端的工作家，例如传媒行业、经济行业等，必有所成就。4. 火型人，面部下巴尖，面色红，面呈懒核形，声音沙哑，性情火型人性急如烈火，但一鼓作气，却能克服一切不能克服的困难，做起事来既快且准确，凭这份狠劲儿，可建立也可破坏一切。工作做事一意孤行，多与人为敌，故不易从商，会多成多败，但却适宜发明家、武打明星、龙虎武师、军警等工作。5. 土型人，面部皮肉厚实，脸色土黄，骨架粗大，性情土型人性格沉实厚重，做事讲究诚信，但却欠缺变通，有点呆板与刻板，但很能吃苦耐劳。工作以商人为职业最好，他做生意能给人家信任的感觉，主要是他的踏实和老实所致。通过前面的讲述，想必大家对传统的面型五行有了个基本了解，但如果觉得太抽象，没有概括到你的脸型的话，那么就请仔细看下面的10字相法，总有一款适用于你。甲字面，五行属木，甲字面是现代认为最美的一种脸型，它的特点上宽下窄，面型轮廓像是甲字形，一般称为瓜子脸，表示思想多、聪明、物理高，记忆力及智力强，且善于抓机会，脑筋转得快，理论重实践，专长于研究，例如科学、法律、医学等，但自信心较弱，做事易变迁，遇有不顺利时容易灰心。
不过这种面型的人有强力的适应能力，但于爱情方面比较吃亏，因为他付出的爱多于被爱。酉字面，五行属火，酉字面的特点，额窄下庭宽，发少，面色带红，是营养质的变形，又叫梨字脸。由于上庭窄，所以30岁前运程相当反复，少年劳碌辛苦，30岁后至晚年则越来越好。酉字面有元字面的性格，表现为物质欲望强，纵欲好色，好饮食，赌博，多言等，但实行力强，说得出做得到，凡事亲力亲为。但因记忆力较差，所以做事有点吊儿郎当，不顾小节，行动造极。聪明，学习力高，如眉长而黑，则对妻子与子女忠心；眉浓则有情重。因属火型，所以脾气较大。田字面，五行属土，田字面的特点是短圆而带方，三庭均圆，肌肉敦厚，浓眉大目，声音粗，面带俗气。而反为真土型，富贵之相，终身运佳。个性上意志力强，具有冒险犯难、临危不乱的特性，喜欢使唤他人，好胜心特别强，活力旺盛。虽然他们容易赢得异性的好感，却不会盲目追逐爱情。在感情方面，他们也有较多的责任感，就算是无法结合，也会诚心帮助对方，尊重对方，而且妥善地解决双方的问题。申字面，五行属木火，申字面特点是上窄中阔下小，如鹅蛋。申字面多有双重性格，有甲字及酉字面之特性。15岁至30岁要自己创业，31岁至50岁比较入佳境，但要有节制，为晚景早做安排。申字面为人比较利己心重，对夫妻子女感情缘薄，外表和内心不同，八面玲珑，会为人处事。申字脸的人在个性上是单纯的现实主义，在爱上别人时能产生追求的勇气，但其缺点是自尊心强，易冲动，太任性，容易轻举妄动，因而易遭爱情失败的打击。圆字面，五行属水，圆面型人的特点是体型肥胖，配合眼耳手脚均圆，脂肪肥厚，发质细，面色为白里透红或黑色，喜欢饮食享受，是物质主义者，除欲望外野心不大，容易满足，喜欢热闹，说话大声，做事没主意，做事平稳不急。圆字面要大眼大则富甲一方，但忌口大则为破格，会钱财多耗。口要适中，如面皮松，耳贴，眼眉疏，皮肤特黑或特白则主长命。童字面，五行属金，童字面也就是俗称的国字脸，其面型较方，身体结实，发坚硬，眉粗，脸色带白或白带黄，其为人实干，慷慨大方，工作认真，有魄力，能不屈不挠，实行能力强，但计划力弱，主观强，处事当机立断，责任心重，善于交友，容易在朋友中建立自己的声望，幻想不多，虽有计算能力，但不善理财，又不大孤寒，夫妻关系良好。木字面，五行属金木，木字面又被称为马脸，比童字面较窄，为筋骨特点多，而营养特点少。三庭平均而带长，智力高，重感情，但经常有理智与感情冲突的烦恼。如下颚大，则感情重于理智，轻于感情方面。木字面性格为人能勤力谦虚，能刻苦耐劳，做事有一定的计划，但往往为注意一事而忽略很多小事，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，乐于助人。用字面，五行属混合型，用字面的特点是脸型歪，一边腮骨凸，主性格反复不定，婚姻不佳，善批评别人，一生辛苦，肯做肯挨苦，
五行不端正，则早晚会背井离乡，反抗心极强。如果歪曲严重，建议采取医学手段矫正。风字面，五行属混合型。风字面的特点是面大而腮骨两边突出，比起酉字面，咬肌和下颌线更为清晰。风字面为人实干刚直，精力足，工作能力强，爱恶分明，但责任心重，有才能有学问，喜出主意，组织力强。风字面型的人，如和他无利益冲突，可以和他交朋友。因其人刚直，如遇困难需要他帮助时，他除非不答应，如果答应，他会不惜一切去替你完成，是可信托之人。感情方面喜戴高帽，爱情方面外表严肃但内部乱，易离婚，如前额纹多，主早年多辛苦。王字面，五行属混合型。王字面的特点是骨高，额骨、颧骨、腮骨三骨均显露，且骨直，满面皮紧包骨。王字脸的人，脸型宽阔，最大的特征就是颧骨突出，入格者聪慧过人，可谓技腾千人，志气坚定，势在必得，凡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男子破格，排斥力强，独占性强，事业会因小人而大败。女子破格，克夫克子，但对女儿有益。颧骨过于突出的人，多半有本位主义的倾向，因此女性不适合担任家庭主妇，其个性表现在感情上敢作敢为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所以你是什么脸型？相理中，鼻子是人脸面的支撑，是五岳中的中岳。鼻子是呼吸的通道和器官，故与肺对应。在面相中，鼻子代表心田是否善良，个性是否自我，财运是否亨通。既可以看本人41到50岁的流年运气，也可以看本人一生中的财运如何。鼻子由山根、鼻梁、鼻头、鼻翼组成，其中鼻脊至两眼中间处叫山根，主极恶；鼻的下端叫鼻准或叫准头，鼻准与山根之间的中点叫年寿，主寿命的长短。准头的左右两翼，左为兰台，右为廷位，也就是本人的左右财库，预示主人的财运。我们了解了鼻子在面相中的基本结构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讲讲鼻子各部位的相学解析。山根在两眼之间，上接印堂，下连鼻梁，是承上启下最重要的一处关爱，在面相中代表一个人先天的遗传根基及意志力。一、山根高低。山根高代表自尊心强，容易自视过高和眼高手低。山根低代表自尊心弱，往往会有自卑心。山根低的人41岁时要防止破财。二、山根颜色。山根颜色当然是以黄润为好，事事顺遂，青黑色为差，青黑色多是身体有隐疾，内耗甚大。三、山根粗细。山根以丰隆粗大为佳，表示精力充沛；山根以窄小细弱为差，表示身体孱弱。山根也代表咽喉呼吸道，过细或者有横纹，容易嗓子有炎症。由于现在的审美大环境是崇尚立体的欧美混血颜，所以很多姑娘都梦想拥有一个立体山根，让自己洋气起来。所以垫山根也成为鼻型整形的重要一步。但以相学的观点来看，垫山根不可以改运，但是可以改变心态，因为把山根垫高了，人有气场了，自然就自信。不过切忌过度整容。当然，低矮的山根也可以美出自己的风格。矮山根可以给人一种朦胧古典的美感，如台湾版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中的祝英台扮演者梁小冰，就因为他的矮山根，将这个人物形象后期的婉转的深情诠释得很好。鼻梁指面相中的年寿，是指山根到鼻头中间的这段距离。
又称为极恶宫。一、鼻梁有结。鼻梁有结的人做事冲动，脾气暴躁，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，但是做事的执着力很强。44岁、45岁慎防离婚或感情变化。二、鼻梁凹陷。鼻梁凹陷的人婚姻缘蛮差的，男人做事没主见，容易找个强势的女人做老婆，女人则经常找那些大男子主义的男人，往往所嫁非淑。三、鼻梁密宫。鼻梁如果有黑气或黑痣，则家人或健康不利。同时，鼻梁有个宫位容易被忽略，就是它还是婚姻宫。如果有黑痣，容易产生口角。我们通常举例的美鼻，通常都有着挺而直且莹润的鼻梁，如董洁天生的高挺鼻梁，就让她本来清纯的脸上多了高贵清冽之感。在由张恨水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金粉世家》中，董洁的长相生动还原了冷清秋如百合般的高洁感。鼻头又称准头，是面部的第一财帛宫。一、鼻头大小。由于鼻头代表自我，鼻头越大，人越容易固执，坚持自己的想法。鼻头还代表心田，鼻头大的人心平气和，鼻头尖的人则与之相反。二、鼻头颜色。准头的颜色是至关重要的，黄润为财运亨通，赤红为破财，出豆子为情绪很差，小心和人争执，如果是发黑，则小心避祸。三、鼻头软硬。鼻头的软硬是真的要捏一下的，鼻头软的人财运不如鼻头硬的人好。鼻翼，又称左右金甲，又称兰台廷位。一、鼻翼厚薄。鼻翼厚表示其人善于积蓄，藏小金库；鼻翼薄不善理财。二、鼻翼有痣，一定会破财，特别是行运至49岁、50岁时会严重损财。三、鼻翼仰漏。鼻孔仰漏表示出手大方，命带偏财，财来的意外，耗的也意外。还有一点，便是鼻孔仰漏的人婚姻不好。以上对鼻子的各个部位做了分析，那接下来就化零为整，用传统面相的鼻型划分法来介绍具体鼻型有哪些。一、眉心鼻。这种人的鼻子直插脑门，鼻根几乎与眉心连在一起，给人一种一气贯通的样子。据研究，可以推测他们的运气很好，常常有贵人相助，所以往往位居高处。他们需要注意工作方法，以免感受高处不胜寒的寂寞。二、鹰嘴鼻。俗话说，鹰鼻挖人的脑髓，因此这种人常在聪明中给人一种狡猾的感觉。他们的鼻梁很高，就像一座山峰，鼻尖仿佛有个钩子，恰如鹰嘴锁唇边。他们的鼻翼短小而少肉，常常给人留下一种刻薄寡情的印象。三、胡杨鼻。胡杨鼻鼻子很大，鼻翼虽不是很大，但左右大小匀称，鼻梁高挺，有肉不露骨，山根不凹陷。胡杨鼻男性精明干练，虽白手起家，却能大富大贵，一生名利双收。典型的胡杨鼻就是成龙的鼻子了。生有胡杨鼻的女性聪明能干，个性随和，能够恰到好处地处理事情。这类鼻型的女性很有福气。四、猛虎鼻。这种类型的人鼻尖很圆很壮，鼻孔不外露，鼻梁不偏不歪，给人一种美感。他们一般比较稳重，有权有钱，令人羡慕，是成熟的形象代表。但同时，他们的魄力往往使他们的生活有一些小的波折。五、黄牛鼻。这类人的鼻翼比较丰满，鼻孔稍稍上扬，鼻根很肥大，左右鼻线分明。他们比较有谋略，善于动脑筋，但鼻子要求有好的搭配。
长在长方脸上才会比较好看。其中的代表名人刘嘉玲就很会投资买房。6. 悬胆鼻，这种人的鼻子就像一只悬挂着的苦胆，其鼻梁坚挺，鼻宽适中，鼻尖微圆，尖长适度，鼻尖处有肉质感，翼不翻不现，有饱满弧线，是相当美的鼻型。李冰冰、陈好、黄圣依他们算是真正的悬胆鼻了。7. 猎狗鼻，这种人的鼻子的中间骨峰凸起，就像可爱的小狗的鼻子，鼻翼薄，鼻孔大。他们一般都比较有主见，不太会听别人的意见，一般都会凭自己的意志去办事儿，这会让他们陷入孤军奋战的地步，事业上的成功大多需要他们付出较大的代价。8. 竹筒鼻，此类人的鼻子就像一节竹筒，齐齐整整，端端正正，鼻梁上的肉很多，摸起来软软的。一般来说，他们办事很稳重，其行为举止散发出男人的干练或女性的端庄，人到中年，事业有成。9. 蒜头鼻，这类人的鼻子就像一个蒜头，鼻梁扁平，鼻子短小，鼻尖和鼻翼比较细小。他们缺乏热情，对人比较冷淡，信奉平平淡淡才是真。年轻的时候一般不会受到他人重视，中晚年才会有希望发展。10. 威龙鼻，这种人的鼻子就是人们常说的高鼻龙，鼻梁方正，不偏不斜，高高的隆起，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。他们在人们心口中是美好和高贵的象征，他们衣食丰足，而且往往成为某一领域的权威人物，但需要注意有自负与清高趋向。11. 狮子鼻，这种类型的人鼻子的主要特征是鼻翼很丰满，看起来虽然不很美观，鼻梁不高，但是却给人一种贵族化的感觉。他们的财富与自身的努力关系十分密切，其社会背景往往一片空白，属于白手起家的典型。如果形容不出来，你可以看看王祖蓝的鼻子，肥大有光泽，他的鼻子就是非常霸气的。12. 偏门鼻，这类人的鼻根比较细小，鼻梁比较低，鼻尖舒缓，鼻翼又矮又小。由于鼻子比较难看，往往无端地受到别人的冷眼，因此他们做事常常会遇到意外的困难。对他们而言，受委屈是家常便饭，因此建议他们多登山或观海，抛弃烦恼或心中的郁闷。13. 黑皂鼻，此类人的鼻孔很大，鼻尖高高的向上翘起，两个鼻孔就像两个深不可测的洞。他们的鼻子虽然不是很丑，但也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。他们是那种常常被人称为艰辛受苦劳碌多的人，但他们相信一份耕耘一分收获，这可能使他们在事业上有所作为。14. 星星鼻，这种人的鼻子有些像聪明的星星的鼻子，鼻梁比较高，眉毛和眼睛与鼻子紧紧地挤在一起，头发比较粗，面部比较宽，身体比较厚实。他们的鼻子给人们的印象是朴实憨厚，因此他们常常得到贵人的重用和提拔。对别人而言，他们平步青云，令人羡慕，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朋友离散。5. 幽圆鼻，这种人的鼻子也称为桃花鼻，鼻头小而尖，鼻孔就像小小的三角形。生活中的他们常常喜怒无常，喜欢沾花惹草，就像人们心中好色的猴子一样，这常常使他们麻烦不断，也可能是他们忧虑的原因。讲了这么多鼻子，你知道自己是什么鼻型了吗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事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